焦糖漿超級無敵多，咬下去直接爆開。沙拉，我覺得分量給的很少很少。這款超厲害的，看裡面的，我覺得如果以可麗卷來講，不夠有彈性。它的咖喱其實佔了整個麵包厚度的1/3，然後它真的就很像冰心月餅的感覺，很有層次，巧克力味又很夠，薑算蠻少的，中間這樣一點點而已。這款超級好吃 ，Newsday 限定的巧克力起司極為濃郁，極為多。我們這家跟大家介紹的是日本便利商店，我們精選大約4大便利商店的一些早餐麵包。我本身在日本，不管是旅遊或是工作，便利商店麵包對我來講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因為像我们这种常常住宿都是 Airbnb 或是沒有附早餐的一些小飯店、小旅館，所以基本上每天幾乎都會買便利商店的麵包當早餐。為了讓大家不踩雷，決定把它拍成1集，跟大家講一些真實的口味，讓大家去在選購便利麵包的時候可以有一些頭緒，或是你不想踩雷的話，也可以先看自己片。Newsday 他們限定的巧克力系列的麵包，那它中間有非常厚的巧克力餡，它的巧克力餡非常厚。它整體麵包體非常有彈性，非常 Q 彈。它的巧克力的內餡的巧克力醬也是甜的不膩，我覺得還蠻推薦的。那它是屬於比較偏向法國麵包，但是又沒有到那麼硬的法國麵包，個人覺得蠻推薦這款的。這也在各大的 Newsday 的便利商店有寫說，這是他們銷售量 Top 1或 Top 2的。再來也是 Newsday 限定的，這個有點像是類似世界和平那種脆的蛋糕。Newsday 限定的這款超級好吃 ，Newsday 限定的巧克力類似像巧克力卷嘛，但是它有點像巧克力餅乾，但巧克力很濃，但是有一點甜，但是沒有到超甜，很好吃，非常好吃，像巧克力餅乾，然後很脆，味道很夠，口感非常非常好吃。這一款蠻雞推的巧克力卷，對 Newsday 限定的巧克力，像算巧克力酥餅嘛，超級好吃。蠻推薦的，所以剛剛前面這2款 Newsday 限定的麵包，我覺得還蠻推薦的。大家有機會可以去買一看這2款 Newsday 限定麵包。但這個是剛在 Seven 買的，他們是新上市的，也是有人跟我講說這個是包奶油餡的。它蠻特別的是，它是一個焦糖的一樣很厚的東西，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什麼，所以就幫大家開箱看一下，就是它好像是包焦糖奶油餡的一個，然後它最底層有一層厚厚的類似焦糖漿。這個焦糖漿超級無敵多，咬下去直接爆開，所以它就像這樣子，不知道有沒有看到，咬下去直接爆開，然後它的層次非常疊得非常厚，而且其實非常酥脆，比我之前有吃過，有時候這種千層酥或者千層麵包，它有時候吃不出那麼有層次的感覺，但這個其實也蠻不錯的，就是 Seven 新上市的這種千層焦糖奶油酥。今天我們要開箱的是 Lawson 的2款麵包，那第一款是這個是醬油麵包，對，因為台灣基本上麵包算是鹹的也能找多醬油，所以我們來開箱這個大家推薦的醬油麵包給大家看。那它的麵包就是一個像紅豆麵包的麵包，中間好像有點他們經過焗烤的樣子，那我們來試看看。這款醬油麵包，它整體全部都是鹹的味道，然後裡面它的內餡啊有加很像起司馬鈴薯的東西，就是有一整塊的起司馬鈴薯塊，然後還有搭配上起司，然後還有一點點是雞蛋的內餡，整體感覺其實不會太鹹，我一開始以為會很鹹，有點像鹽味麵包的感覺，然後麵包的嚼勁，麵包的口感還算不錯，只是這個味道有一點蠻日式的鹹味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啦。但喜歡吃鹹一點的麵包的話，我覺得可以。但是如果你本身喜歡吃甜麵包的，我覺得這個可能不一定你會喜歡，因為它的鹽味有一點點太重了，就有點不是台灣會出現的口味跟口感。再來看一下另外一種，這個是巧克力的千層麵包，這個是我本身蠻喜歡的。但它一份裡面有4個，還蠻適合說你餓的時候吃一條這樣子。巧克力千層酥，這樣子，裡面還有內餡，蠻大條的，分量還蠻大的，它總共4個，試試看看。
但這個巧克力千層酥蛋酥麵包的話，我覺得就是經典的500塊，很好吃，然後口感也很好，起酥也很脆，只是稍微乾了一點，就是它的巧克力內餡。我一開始心理預設是它的巧克力內餡是比較濕潤一點的，那它基本上巧克力的內餡是比較乾的、比較薄的，沒有想象中的巧克力內餡是可能有點爆漿的感覺，沒有，但是整體口感還有整體的味道是還不錯的，蠻好的，就是經典的500款，很安全的款式。那這個大家有機會可以去嘗試看看。對，這就是 Lawson 的2款麵包。今天要開箱的是這個白色的起司跟火腿麵包，不過其實我也不太清楚它裡面寫什麼。對，因為它只有英文，只有寫 ham 跟 cheese。那我们來開箱看看，它也是屬於比較偏鹹麵包的。這款裡面有超級無敵厚、超級無敵濃郁的起司加一片火腿，麵包的口感非常非常有彈性，它不是那種很軟的，是非常有彈性的，很有嚼劲，很有嚼劲，其實蠻棒的。喜歡吃鹹麵包的會很喜歡吃這一款，然後它的起司極為濃郁、極為多。如果你是起司控的話，絕對不能做這一款。接下來我們要介紹這個是全家買的這個好像是炸麵包，然後內裡有夾火腿跟蛋，它是整個是炸麵包，不知道會很油膩，我們來試試看看。整體麵包是不會很油膩，我一開始以為炸的會很油膩，只是說我覺得沒有特別說香味的感覺。那內餡，因為它的外面是這樣子。然後我會覺得說它內餡會很多，但其實內餡目前吃起來很少的感覺。火腿略顯薄一點，然後沒有那麼有彈性。那內餡的蛋沙拉，我覺得分量給的很少很少，跟它圖片畫出來的，我覺得稍微不符一點。所以這一款全家我買的火腿蛋沙拉麵包，我覺得還好，倒不會特別推薦。接下来是 New Days 他們的白色麵包，這個是明太子的白色麵包，那它也是屬於白色系的，就是有吃過覺得它的彈性比較好一點的。裡面是這樣子的明太子，中間有一個 S 型的閃電明太子醬，讓大家試試看看明太子的白色麵包。哦，這款超厲害的，它裡面的它不只是外面那個 S 型，它裡面有超級無敵滿的醬料，雖然不是全部都是明太子醬，但是它融合的明太子醬，還有裡面的一些這個算是有點像馬鈴薯泥。那馬鈴薯泥本身明太子味道也很重，所以咬下去有一點點像是爆漿的感覺，蠻推的。配上它這個白色超有彈性的白色麵包體，我覺得這超驚豔哎，蠻好吃的。明太子的味道很好，很香。有一些明太子麵包它吃起來沒那麼香，它這個超強。這個真的超強的，大家有機會可以去買。接下來是這個巧克力可麗卷，它也是我在 New Days 裡面買的巧克力可麗卷，它是屬於比較冷藏的系列，是這樣子的分量。那我們幫它試吃看看。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巧克力醬，其實沒有到超厚，它的這個可麗卷裡面再塞了2塊海綿蛋糕，所以看起來很厚，但實際上巧克力醬是屬於醬少的，醬算蠻少的，中間這樣一點點而已，所以它的外觀、它的包裝其實看起來好像蠻多、蠻好吃的，但實際上確實口感也不錯啊，因為中間2塊海綿蛋糕有增加它的层次感，但是整體巧克力的味道或是有一種可麗卷爆漿的感覺是沒有的。但如果推薦的話，我覺得還好，這個的話還算普通，對，因為我覺得可麗卷應該會有些更好的可麗卷。這個是在全家買的，跟 Coco 一房一聯名的這個咖喱起司可樂餅的麵包，它是這樣子，給大家看一下，它裡面就是一個炸過的麵包，對，它的咖喱餡超級無敵多，超級厚的，比我想的還多蠻多的。它的咖喱其實佔了整個麵包厚度的1/3，就是上層1/3，中層再下層1/3，蠻厚的，蠻厚實的，而且起司也給的蠻大一塊的。以整體來講，咖喱麵包來講，我覺得超級推薦，而且麵包不會乾，不會太乾燥，不會說很軟爛，就是軟硬適中，然後是炸的麵包，
然後整體的話，我覺得算蠻好吃的，是吃了一個我覺得還算是會很滿意的麵包。但是還是也是全家購買的他們的哈密瓜內餡的麵包，這個也蠻特別的，就是全哈密瓜內餡，好像也是最近他們的主推款，就是哈密瓜麵包。那它的話就是一個蠻光滑平面的哈密瓜麵包，供大家試試看看。這個的話，相對的我覺得沒那麼驚豔。它的外觀這邊有一個好像有哈密瓜內餡的，但其實幾乎咬不到它的那個內餡的那種口感，就覺得這是一個蠻厚重的哈密瓜麵包，然後有淡淡的哈密瓜味，但是我覺得本身表現不太出色。麵包體是 Q 彈的，也是還不錯，但是以內餡口味平衡，還有它的外觀的期待值，我覺得這個屬於 CP 值稍偏低一些些，這個大家也可以自己參考一下。繼續幫大家開箱的是 Lawson 買的，這是小小的這一種，就是北海道的鮮奶油蛋糕，我們來試試看看。它小小顆的，但是它好像也是新皮的，很像冰心月餅那種感覺。它的話皮蠻薄的，然後餡很多，然後它真的就很像冰心月餅感覺，外皮很 Q 彈，它不像麵包。然後裡面的話，它的內餡是比較濕潤的，有點像膠態，就是很像膠水的那種膠態的感覺。其實整體感覺口味蠻棒的，蠻好吃的，只是它比較小顆一點，不然它整體的話算蠻好吃的，蠻推薦 Lawson 這個北海道奶油的小蛋糕。這個呢，則是也是 Lawson 的，他們有點像鯛魚燒、銅鑼燒，只是它是冷藏的，裡面應該也是屬於比較冰心類的。也可以開給大家看，它是這樣子，有點像銅鑼燒或鯛魚燒的夾心的感覺。草莓奶油的，可以幫大家試試看看。它就很像台灣的一些銅鑼燒加草莓內餡的奶油，我覺得驚豔程度普普通通。剛剛前面北海道奶油的那個小蛋糕會比較厲害一點，這話我覺得就普通。想要吃到比較驚豔的蛋糕，我覺得或者是麵包的話，我覺得這個可以跳過。這個的話也是 Lawson 它放在冷藏裡面的小蛋糕，我們來試試看看。這比較有點像巧克力可麗捲的感覺。然後它打開的話是一個塑膠盒的，真的就有點像可麗捲的。那我們来試試看看，它也是比較軟的。它就是可丽卷沒錯，然後它內餡蠻厚的，而且一開始我以為是會很甜的巧克力，就其實它比較偏向那個濃度可能80%以上的巧克力的，是比較偏苦一點點的巧克力，蠻特別的。然後搭配它的這個內餡有一點點咖啡巧克力的感覺，但是趴數很高的巧克力，所以喜歡吃比較不甜的巧克力也可以考慮這個。那外皮我覺得如果以可丽卷來講不夠有彈性，整體是不錯的，只是驚豔程度我也覺得沒有到很高，不會很雷啦。只是我覺得也沒有到超驚豔。接下來我們要介紹是 Seven 的紅豆麵包，對，它就是蠻大的，然後像是熱狗麵包形狀的一個紅豆麵包。我們來開箱給大家看一下，它裡面給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超滿的紅豆餡，滿滿的紅豆餡。那我們就來試試看看，可以看一下它這個麵包體這邊啊，蠻厚的，但是我覺得有點太乾了。有一些熱狗麵包啊，它比較柔軟一點。它的話太乾太硬了，我覺得反而沒有到特別好吃。那紅豆餡是不錯，只是它雖然塗的範圍很大，但是沒有到很厚，所以你咬下去的話會覺得餡料普普通通，沒有到特別會有餡料爆出來的感覺，那種爆香感我覺得是比較缺乏的。所以這一款的話，我覺得是可以稍微略過的，沒有那麼很驚豔或很喜歡的感覺。接下来也是 Seven 買的，很像類似台灣之前流行那種髒包的感覺。它就是寫濃厚的巧克力麵包，它表層有一個非常厚的巧克力粉，就是看起来像提拉米蘇的這樣巧克力粉。我們來試試看看。吃完這個很像提拉米蘇的，有點像髒包的東西，它其實裡面是很有層次，有點像千層麵包的感覺，沒有到很酥脆，就是很有層次、柔軟的很有層次麵包。那外皮的話，它有附上很多真正巧克力可以吃得出來巧克力硬塊的巧克力塊，然後配上它的巧克力粉，其實吃起來蠻好吃的。這款我就蠻推薦的，因為很有層次，巧克力味又很夠，但有點略甜，比一般的微甜還要再甜蠻多的。那除了微甜以外，它整體的麵包搭配的感覺，我覺得是蠻棒的。就是很像髒包這個東西，這款就非常推薦大家。這 Seven 買的很像是髒包的東西。接下來我們要開箱的是 Lawson 的這個麵包，這個蠻特別，
蠻大的。這個其實我之前看到就很想買，它就是很長的，然後上面鋪了一層很長很厚的，不知道是起司還是乳酪之類的。我們幫大家看一下，它是這樣，哇，很長，幫大家試試看看。它這個前面是一層算有點厚的奶油，不是起司也不是乳酪，是奶油，然後加糖。本身我覺得它的產品外觀蠻稀奇的，但是覺得吃起來的話，好像就算是有點普通，就是它就是上面鋪了一层帶糖的奶油，麵包有一點乾，我覺得沒有很好吃。奶油沒有太多味道，但是上面有一点甜，它有少一點糖粒，所以变得有一點甜膩的奶油。所以这個就是外觀，我覺得蠻特別的，但是實際吃起來，我覺得普普通通，就是沒有特別推薦的。那另外一款 Lawson 的是這個，它是在內裡有夾了一層奶油跟紅豆，它也是蠻特別的，就是因為它的外觀很稀奇哦。給大家看一下，它是這樣子，加了一層很厚的奶油跟紅豆，然後它麵包感覺是比較偏法國麵包，比較硬的麵包，幫大家試試看看。這款的話，我覺得就還不錯了。它的話，裡面紅豆餡給的蠻多的，蠻厚的，而且奶油蠻香的，不會像前一款就是奶油有點甜膩。它奶油的話屬於比較中低糖的，然后味道很香。這一款的奶油是白色的奶油，前一款的奶油是黄色的奶油。對，但是這一款奶油反而我覺得更好吃、更香，沒有那麼甜膩。然後整體法國麵包的話，蠻有彈性的，不會乾柴。前面的有點過於乾柴，它是雖然厚，但是蠻有彈性的。就是標準的，還算好吃的法國麵包那一種法國麵包。對，整體來講，這款我就覺得還蠻推薦的。比起上一款的話，這款的話，如果你有看到，你可以去買看看，我覺得還不錯。那我們開箱完日本這18款麵包以後，整體人都覺得還算 CP 值蠻高的，蠻好吃的。當然，這口味的話，或者這個評語的話，都因人而異。那我們這期影片大致上就到這邊，謝謝大家。